大家好，今天要介绍的是暴鲤龙的画法。那今天呢是透过 SolidWorks 运用曲面建模呢，把暴鲤龙给绘制出来。那今天就是透过这样的分享呢，来公开这个画法。那这里呢有一个地方是比较不一样的，就是这只暴鲤龙呢，它是可动的，它是每一个关节都可以去做移动的。那这里如果你也想使用 3D 列印来列印这个档案的话，未来我会把这个档案给公开来。那这边呢，如果你想要档案的话，要怎么做呢？你就是关注一下我的频道。那未来如果你看到了暴鲤龙的作品，这个影片你把它点进去，在影片的说明呢，都会有附档案的连结，这样子你就可以得到这个档案咯。那这里呢，你如果对于这个画法是有兴趣的呢，我会建议你是对于 SolidWorks 是有一点基础的了解，有基础的画法，再来进入的话会比较适合一点。那你如果不了解也想要进入的话，建议你到影片的说明呢去参考一下底下的资讯，这边会对你有帮助的。那这里到底要怎么把它画出来呢？我们继续看下去咯。接下来呢，我们要进入暴鲤龙的画法。那这里呢有几个要点需要去注意的。那这个呢是一个可动的暴鲤龙。那我们要怎么去画它呢？我们会运用零件。那零件的话会使用多本体的技术呢把它做出来。那多本体之后呢，就会来进入组合件做一个调整。那最后呢，再来做一个拆件的动作。主要是这样的类型。那这里呢，我会先介绍头的画法。那这里呢，我给各位几个建议。头的话，基本上是一个模型最重要的地方。那头的话，通常都会花比较多的时间去做的。不管你是画人物型的，或是画动物型的，像这类的呢。头型基本上会花最久的时间。一旦我们把头画出来之后呢，剩下的身体或是脚，就会相对轻松的很多。那这里呢要怎么去做呢？那首先呢，我们先会找一个图片呢来当做一个参考。那这里呢，我就直接先示范一下，使用一个边界填料呢，先把这个头型给它做出来。那这里的边界填料呢，就是如果你有看过边界曲面篇的话，它就是运用边界曲面的原理是一样的，那差别在于说，边界的填料它做出来的这个呢，它直接就是实体的，它里面是实心的，所以我们不用再做一个实体的动作，是很方便的。那这里呢，我打开给各位看一下，在这个地方呢，是使用了草图的图源，像这里有一个草图图源。那就是把这个图片给它插入进来。那这里呢，就会参考一下它的边线来做出来。那这里呢，图片的话，我们是透过这个指令，这边有画一条中心线。那这个中心线呢，把它标注尺寸出来，然后再来缩放这个图片来限制我们的大小。这里各位可能有发现说，在绘制这个曲面的时候呢，是没有给尺寸的。所以在曲面建模里面呢，尺寸不是最重要的，最重要的是比例。比例对的话，画起来才会像。那这里呢，我们可以透过图片的方式来辅助。但是呢，有时候图片它不是正的是正面，有时候可能它有一点侧一点。那侧一点的话，我们可能就要发挥一下想象力跟空间感，稍微把它调整回来。那基本上我会比较建议说是画对称的，因为这样我们会比较轻松一点。我们在画的时候呢，可以运用近色的方式呢来去辅助，这样子画起来也会比较轻松。我们就不用再画左右两侧要重复画，用近色的方式呢会相对的会轻松很多的。那这里让大家去参考一下。那这边呢，等一下所介绍的画法呢都不是绝对的，它是一个参考的。当然画法是有很多，那这边就分享我的画法给大家参考一下。这里呢让大家看一下，我把这里的线呢给它显示出来。这边就是透过这样的方式把它做出来的。那这里呢，就是运用了边界填料。那这里呢画了4条的曲线。那这边呢是用前视以及右视，这2个平面呢把它做出来。那这个地方呢就是我们的参考线。参考线的话就是 3D 草图，点选这个4个线呢就可以把它画出来的。那这样子呢，有了这个边线以及参考线之后呢，就可以做出这个边界曲面了。那我再来让大家看一下后面的。接下来呢，我们就要画出暴鲤龙它旁边的它的一个形状出来。那这里呢，为什么不要刚刚就把它画出来呢？因为这样的话呢，如果使用的边界曲面，这里呢会看起来比较不顺畅一点。所以这时候我们就要透过一个指令来辅助，它叫做变形。
哦。那在这里变形的话呢，我们一开始呢先要画一个草图。那这个草图呢我是参考着，我让大家看一下，我是参考的边界我们刚前面呢所做的这个草图，在做头型的草图。那参考的时候呢，我把这个外形给它画出来，这样子画出来。那等一下我们就是要运用变形的指令呢，把这里变形，把它变成这样的形式出来。那这里呢，我们就直接进入变形的特征。变形完之后呢，它就会变这样子。透过刚刚这个草图呢，的辅助，让它做出这样的外形出来。那这样呢，就有点像是我们原本呢，它的头型是这样，但是呢，运用这个辅助线呢，让它变形，变成这个样子。这样子呢，它这边的外形呢，会比较顺畅一点。透过这样的方式把它做出来。那做完之后呢，就是在中间呢，把它除料。除料要做什么呢？刚刚有跟各位说是建议是用近色的嘛。除料的用意呢，就是要再把它近色过来。近色完之后呢，我们就很方便，我们就不用再画左边了。右边画完之后呢，左边用近色的就把它做出来了。近色的意思呢，就是有点像你把中间放一面镜子，就是这样把它近色过来的意思。这里呢，是使用多本体的，那这边就是让两个是没有重合在一起的。这里呢，一样是一个边界填料。那这个用意是什么呢？这里呢，就是要把它的嘴巴除料，把它除料掉。那这边呢，再继续做。在除料之前呢，我这边来做一个弯曲。弯曲的用意呢，就是把它这两个外形呢，稍微做一个弯曲。那这边呢，会看起来会比较更顺畅一点。因为你可能是透过参考前视，前基准面，但是它可能在 3D 的环境里面呢，它需要在前面一点。那这时候你也不需要去重新画。你用这个多本体的技术呢，运用直接编辑。直接编辑里面有一个移动复制本体呢，因为我们是多本体，所以可以去移动这个本体，让它往前一点，这样子我们就不用再重新建立一个平面，是蛮方便的。那这里呢，你也可以再往上一点，因为它可能位置不是你要的，这边都可以去做调整，是蛮方便的。好，那调整完我们想要的位置之后呢，你可能会用多角度去把它确认一下，位置是不是对的。假设这个位置已经对了呢，我们就运用布林运算。布林运算呢，这个是本体，这个是除料本体，那就是做这样的一个动作，把它除料。那这样子呢，嘴巴的地方呢就被我们挖出来了。就运用刚刚的边界填料的这个外形呢，做出来。就是使用多本体的技术，以及布林运算。那接下来呢，我们就要做出上面的地方。那这个外形呢，一样。我也是使用前基准面所做出来的，但是呢，它的位置似乎是不正确的那这边刚也有讲到说，没关系，我们用直接编辑的移动复制本体。这里呢，我们在做的时候呢，这里合并结果我让大家看一下，我点进来让大家看一下。这里的合并结果呢，我们不要把它打勾，那这样子呢，它就会变成一个本体。所做出来都是两个实体是没有合并在一起。从这里可以看出来。那这样子呢，我们就可以运用多本体的技术呢，移动它。那这里我就是直接把它移动到我们所要的位置。移动完之后呢，那这个地方因为我们是做深长填料边边角角是比较尖锐一点。所以要做一个圆角。做完之后呢，它这里的外形呢，并不是一个平面的是要有点弯曲的。那弯曲的话呢，其实我们用生长填料，再用刚刚的弯曲指令就可以把它做出来。其实这也是很方便的。那就是把它做一个弯曲。那这里呢，做了2次弯曲因为这边呢，除了这边的弯曲以外呢，这里的上下也要有一点弯曲这边给各位看一下。好，原本它这里是平的，那这里呢，我做了一个方向的弯曲，以及说这里做了第2个方向的弯曲。这样子呢，它就是一个多角度的弯曲。那这里呢，如果我们没有用这个弯曲指令的话，是不太好建立出来的。那透过这样的方式呢，会变得更轻松一点。那再来呢，一样是移动它的位置，用移动复制本体把它做出来。这里呢，假设已经移动到我们想要的位置了，那这时候呢，我们要怎么做？我们就可以把它结合在一起，运用布林运算呢，让两个是结合的。结合完之后呢，我们再做剩下的填料，把它的嘴型呢给做出来。那这边我让它显示一下。
是这样子。那这里呢，就是接下来我们要把嘴型做出来，先把它做这样的一个外形，先做一个伸长的动作，一个外形。那这里呢，我们一样，透过多本体的技术，让两个是没有结合在一起的，然后再去移动它，移动到我们要的位置之后呢，我们再透过这个地方把它除掉，做一个我们想要的外形，像这样子有点像鸭子嘴巴的一个外形，那这样子把它做出来，然后再做除料。那这边可能有一些地方呢是形状不是我们要的，我们就再做一些除料，把它做成比较相似一点的。透过这样子呢，假设这样子已经接近了我们最终想要的，就是这样把它做出来的。一样把这个外形呢再切得更完整一点。那这边在除料的时候呢，因为这里呢是多本体，所以你在除料的时候可以不用管这个本体。我们可以我让大家看一下。我们这边呢，在加工范围呢，我们可以去选择本体，所以我们根本是不用去理会说已经做好了这个本体，它是不会影响的。我们只要有选择本体的时候呢，它只会做对这个本体呢，做一个除掉的动作。那这边呢是蛮轻松可以把它做完的。就是在这个它的嘴巴的地方呢，要做一个圆角，这样子呢，它的外形呢会比较圆润一点。那这里呢，就让大家去了解一下。那接下来再继续做，就是它其实在内侧我们看不到的，让大家看一下，我们是做出鼻子的。那鼻子的地方让它看一下，它是这样子做出这样的外形。那其实跟刚刚头型呢是一样的道理，一样做出了4曲线。那这4条曲线呢，就是我们最终的外形。那这里呢，我们需要有导引曲线，就是 3D 草图。那 3D 草图呢，就是这样包覆了这4条曲线。那记得呢，我们在做边界填料的时候呢，这4条这边呢是要有连在一起的，以及说这4个草图是要分开的，一条线一个草图。我们记住这个要点，一条线一个草图，你不能2条线一个草图，这样是做不出来的。那 3D 草图一样，一条线一个草图，我们都要分开，这样才能做。这边就是它的一个导引的草图。那这样子就是把这个鼻子给它做出来。那这里我让它持续的隐藏起来。那这里因为它是在头的内侧，因为是使用前期准备所做的，那这里呢一样使用多本体技术的移动复制本体呢，把它移动出来。那这里呢，我一样用一个弯曲的指令呢，让这个鼻子可以有一个曲线，让大家看一下。像这样子，我让它往下折一点。那这里等一下当然会再去做调整。这里先不用管它。接下来呢，我再做一个曲面的偏移。是做嘴型这里呢，一样做一个偏移0的偏移量。那这里要做什么呢？就是要做出舌头的地方。那这里呢，在做之前呢，需要做一个曲面的修剪。这个曲面修剪呢，是透过 3D 草图。那这个 3D 草图呢，我让大家看一下 3D 的草图。这里呢，用不规则曲线把它点出来。那各位注意一下，它是一个在3维空间里面的。那这里到底是怎么做出来的呢？这边刚刚我们不是有一个偏移的曲面吗？偏移一个0。那这里呢，我们在画出来之后呢，你可以点这个点。这个点呢，它是在曲面上，我们各位看一下。所以呢，我们点这个点，再点这个曲面的时候呢，它就有一个选项是在曲面上。我们就是透过这样的方式呢，把这些点限制在这个曲面上。然后呢，我们可以运用前视或是上视、右视，用角度呢来看一下，说我们要把它移动到哪个位置。这样子的话，我们做出来呢，它就是在这个曲面上，就是看起来的位置呢是会比较接近的。用这种方式把它做出来。让大家去了解一下这部分。那我们就是把刚刚所做的要做舌头的地方那个地方呢，把那个曲面做一个实体，我们让它加厚。那为什么会这么做呢？其实你也可以用曲面除料或是加厚除料。那有时候呢，我们在做曲面建模的时候，有时候加厚除料呢是没有办法做的，所以呢，这时候我们就要把做法反过来，把它变成加厚。那加厚之后呢，我们再运用布林运算把它减除。有时候这样就可以做出来。我们有时候在曲面建模的时候会运用这样的方式来搭配。如果你没办法加厚除料，那你就把它加厚，然后再用布林运算把它减掉。这样也是可以的。
好，那这样子就是把这个地方大致上呢给它做出来的。这里呢就是做出舌头的地方啊。那这里一样，我们是使用边界曲面，我让大家看一下这里，我把它显示出来给大家看，然后全部把它显示出来，这样会比较清楚一点。一样，这4条线呢是分开的哦，所以是做出这样的一个外形。那这里当然你可以去参考哦刚刚的草图图源哦，这边就没有讲得太详细，好，就是参考草图。为什么会做到底下？因为这里我们刚刚在做头型跟嘴巴的时候，这边是没有做一个完整的结合。那这时候我们在运用画舌头的时候哦，顺便把这个地方把它结合起来哦，是方便的一个指令的。我们有时候不一定呢，头型要一次画出来。好，那你也可以分2个，然后等一下结合完之后呢，这边再做圆角，那其实它看起来就会蛮滑顺的，是蛮方便的一个方式了。好，那做完之后呢，我们来看一下。好，那这边就是把它这个舌头结合起来。那我们看一下哦，下巴这里也是一并完成哦，是蛮方便的。好，那这样我们来看一下我们的暴鲤龙的头呢，已经大致上已经完成了大概60%以上了。那这里呢，先偏移这个平面出来哦。那这里一样偏移量是0，为什么要参考这个面呢？因为等一下我们要来画眼睛哦，那我们就要透过曲面呢来画出这个眼睛出来，是做曲面修剪。因为参考了这个地方哦，所以它这个曲面呢是在这个面上的。那曲面修剪的话，就是画出这样一个眼睛的外形出来。那这边是参考草图图源去做出来的。那这里呢就做一个后面哦，把它做出一个厚度出来。好，那这里一样，因为有时候呢是没有办法用加厚除料，所以我们就会用一个加厚。那等一下加厚完之后呢，再用布林运算把它剪除。这边是使用布林运算剪除了这个我们刚加厚的面，然后这样子蛮方便的。接下来呢，我们要做出眼球的地方。那眼球的地方一样，我们要去偏移这个曲面一样是做这个参考。参考完之后呢，这边就做快一点。这里呢，一样做加厚，加厚完之后，再把这个地方用布林运算呢把它除掉掉。像这样子，眼球内部呢，一样被我们做出来。这样子的话，我们未来在做 3D 列印的时候，在涂颜色的上面呢，会比较轻松一点。我们把一些外形做好之后呢，才可以有一些参考可以去做它的。接下来呢，我们要做出它2侧的翅膀。那这里呢，就是使用边界曲面了。那边界曲面这里呢，是运用2个 3D 草图。那这里 3D 草图呢，就是需要花一点心思去把它拉出来了。因为这个 3D 草图是在3维的环境里面把它做出来的，所以是没有任何参考的。所以我们在做的时候，我们要怎么做呢？那这里其实我们可以透过视角的方向，你可以这样子先把它前视先把它画出来，画完之后，我们再从上视的角度来看，再把它调整一下，再从右侧的角度来看。然后再把它调整一下可能需要花一点时间，但是这样的话可以辅助更容易去把这个3维的 3D 草图给它拉出来。这里就是透过2个 3D 草图，那做一个参考，把这个边界曲面做出来。那做完之后呢，我们要来做一个剪除因为有一些地方不是我们要的，我们要把它做一个曲面的除料这里就是做一个这样的一个外形出来，让大家看一下。做这样的外形出来，把这个地方给它剪除掉。剪除完之后呢，这里要记得，我们如果是有使用曲面的指令呢，它的厚度是0，我们是没有办法来使用的，所以我们要做一个加厚的动作，让它是有一个厚度的，我们就可以来进行下一个动作就是它翅膀上面的一个特征。这里呢是运用扫出把它做出来的。那扫出是怎么做呢？一样，扫出的路径呢是使用 3D 草图。那这个 3D 草图呢就是来参考这个我们做出来的加厚的这个边这样子其实是比较容易一点的。那这里呢就是做一个圆的一个断面，然后做一个除料。那这里为什么我要保留一个地方这里保留一个距离呢？因为等一下呢我们会运用圆顶呢来做出这个圆弧状这样子是比较方便的。那这里就是要保留一点空间，让它刚好圆顶的地方是在这里。这里就是做一个类似子弹头的样子那保留这个地方就是刚好它做出来是这样这样看起来整个外形会比较顺一点。那这时候我们跟
主体这里呢是还没有做结合的。为什么要这样？因为呢，我们只画了一边，另一边呢我们要做近摄。那近摄完之后呢，再做结合，以及说一些地方的圆角。这边的话，我就是做一个切割的动作哦，因为在这边在画的时候呢，是没有那么至中的，因为它上面这个外形呢，并不是一个左右对称的那这边导致说有一些地方呢是比较不好的所以我这边呢让它做一个切掉的动作，再来重新做近摄让它这整个外形呢可以更顺一点当然这边我们在一开始画的时候就需要去注意的，那这边是因为没有注意到，但是又不想要从头重新来过这样太辛苦了所以我们可以透过这种方式呢切掉再把它近摄。我们来看一下那这边整个就顺多了那牙齿这边呢做法一样画出4条线跟导引的曲线，然后这边我就不要讲的太详细这边的画法呢，如果你有看过头型的话大致上牙齿你也会画的。移动复制本体，把牙齿移动到我们想要的位置像这里。那这边呢要来做一个弯曲的动作让它牙齿稍微有一点弯曲这样子的话会更真实一点像这样子有一点弯弯的。那这里呢我们不需要再做4个我们用近摄就可以了，这样会比较轻松一点像这里我把它近摄出来先近摄出一个，让它左右对称，再来底下我们也可以用近摄这时候我们就做出一个平面你可以从上基准面来做一个参考平面。那这个平面你可能一开始先给它一个大致上的位置，然后你就直接先做近摄，近摄的位置可能不是你要的，那没关系，我们就去调整这个平面的位置可能高一点低一点，然后调整到说它刚好底下呢看起来好像这个位置是比较好的就把它调整到那个位置，然后这样子呢就是不用那么辛苦画4个用近摄1个变4个那就轻松很多了。那这里呢大致上头型就是画到这里那相信这里已经花了不少时间了。那因为呢我们在画模型的时候画头型是花最多时间的，那我们做到这里也是蛮辛苦的。那这边呢等一下后面身体要怎么画呢，我们继续看下去咯。接下来呢要介绍身体的画法。那这里呢身体的画法我会比较省略一点的，因为大致上呢头型那边呢讲解的是蛮详细的运用头型那边的做法呢其实就可以了。那这边呢我就会运用一些指令是用什么指令把它做出来的用这种方式介绍给各位那这边呢我就直接来跟大家说指令咯。首先呢做出后面这样的一个形状出来这边也是用边界填料把它做出来的那这边呢细节让大家去尝试一下。再来一样做出第2节。那这里我们身体呢其实是比较轻松的，那最主要我们做出了2节之后呢，后面的其实会更轻松一点，因为我们是用复制的方式，用复制本体的方式把它做出来。我让大家看一下，我透过这一个本体刚刚这个边界这个本体呢复制了另一个本体出来。那这里呢我让它比例缩放，我让它缩小一点。暴鲤龙这里呢有好几个关节，那它的关节是很大，然后慢慢越变越小。那这边呢其实它的外形呢我们可以透过这样的方式把它做出来，都是用移动复制本体把它复制出来。那这边我就直接省略那等一下呢我们会透过组合键的方式呢把它的一个外形和一个角度把它变得更完美一点。那我们这里呢是零件的环境，所以零件的环境呢我们可以省略这一部分，让它可以节省一点那节省一点，我们要移动复制本体那么多次，那其实意义是不大的。那我们透过这样的方式呢也可以比较清楚的知道说它的比例到底正不正确。我们要做的是尾巴我们就把尾巴这个外形呢一样是用边界填料做出这样的一个外形。那做出来之后呢，你可能比例大小想要去把它调整一下，跟位置想要调整一下都可以。那调整到适当的大小之后呢，这边呢我们要做出它2侧尾巴的地方，运用了一个伸长填料以及圆角把它做出来。这边呢因为它尾巴呢不是这样子的，是有一个弯曲的，所以我们用弯曲指令呢这2个都把它弯曲一下，做一个这个方向的弯曲，那尾巴也做一个这样的方向的弯曲。那弯曲完之后，你可能位置呢是不太正确的，那这里你可以去再用移动复制让它移动一下。移动完之后呢，那这边做近摄以及结合，让它变成是本来是3个本体那它变成是1个本体像这样子的方式把它近摄过来，那再把这3个结合起来
好，那这边记得哦，这边所有的零件都是分开的哦。我们来看一下，好，它这边都是分开的哦。好，不要把它结合在一起，因为等一下我们要运用这个地方呢，来产生另外一个零件，然后再套入组合件。等一下后面会来说明曲面的伸长呢，把这里做出来。那这边就是在这个平面呢画出一个这样的曲线出来，然后再做一个曲面的伸长。伸长完之后呢，这边呢就是我们来参考这个面，然后再把这里修剪掉。修剪完之后底下呢顺便把这个外形也把它修剪出来。修剪完之后呢做一个后面的动作。那有了厚度之后呢这个位置我们可能也要去调整一下。那这样子最后呢做近色以及结合，那这边就完成了。那这里呢我们再做移动复制，移动到一个我们想要的位置，就是上方的起的部分，一样用这种简单的伸长填料做出来。然后那这边你就可以去选择说我要跟哪一个本体做结合，像这里已经有做的结合了，再去做圆角，让这边呢外形可以更顺一点。那这边一样都是做起的部分，那我就直接省略过去，让大家去参考一下。它在第一节、第二节跟第9、第12是有起的，那这边就是把它做出来你可以透过图片的方式呢去参考一下把这里做出来。这边都是平面的是蛮好建立的。做完之后呢这边可能有一些比例的地方你想要再去把它调整一下。最后因为这里呢是一个可动的一个爆底笼那这里可动爆底笼呢中间是使用一条线把它串起来的。那这里呢因为我们画完之后都是实心的，那这里我们就需要有一个扫出的一个粗料来辅助。这里呢就是做出了中间的我们要穿线的地方的扫出，这里大致上就已经完成了。那这边呢我让大家看一下。好，那这样子我用这样子给大家看。那刚刚呢那个扫出除料呢就是把这里画出一条曲线出来，然后呢把它除料掉用一个圆把它除料掉。那这里就是运用这样的方式呢，在我们用 3D 列印出来之后，它里面呢就会有一个沟槽。那我们把线穿进去之后呢，它就会被连接在一起，就变成一只可动的爆底笼用这种方式把它做出来的。那这边我们都做完之后呢，我们就可以进行下一步的动作。那怎么做那这里还有一个前置作业。这里做完之后呢，我们就要把每一个实体呢另存成一个档案这样我是比较建议这样，因为这样的话所存出来这边呢就不会有特征这样子相对我们的档案呢就不会那么大就会比较稳定一点。那这里我们就是从实体这边打开，我们按下右键，这里有一个插入新零件，你把它点进去。进去之后呢，它就会要你选择路径以及名称。那选择完之后呢，我们把它按确定。那这里呢，就让大家去尝试就是让它这里总共应该是有16个零件存成16个档案那这边呢，就让大家去尝试一下因为我们已经把这个地方画完之后呢，再把它储存成16个档案。那这边呢接下来要怎么做，我们继续看下去咯。接下来呢，我们就要进入组合键来做一个身体的调整。那这里呢相信各位已经把这个档案呢储存16个了。那储存完之后呢，我们就要进入组合键的地方呢，我们先把头进来做固定。然后呢，我们刚刚有画了第一节跟第二节这里进来之后呢，我们运用了圆点的固定呢，圆点结合之后让它固定起来。那剩下的我们刚刚在画的时候呢，都是一直线的所以我们要调整的呢，就是从第3节开始一直到尾巴这边是我们需要去调整的地方。好，那我们把它调整一下。那这里呢，我们在固定的时候，我们就在右基准面这里呢这边所有的右基准面呢都是重合的那这里调整完之后，你再去做移动。移动完之后呢，假设这里我们已经调整到，来看一下，调整到我们想要的它的一个外形出来。为什么我们要这样调整呢？因为这样子调整完之后，我们再画它这边的领呢，会比较刚好一点这样子，我们如果刚刚那个位置来画的话，是会你也可以这样画，但是有可能你在移动的时候呢它的一个领的地方可能不是你要的所以我们就透过这样的方式，先把我们的外形给移动出来。你可能想要怎样的外形？虽然说它是可动的，但是有时候呢这样画的话可能会比较不一样的那这边呢就是让大家去尝试一下那这里
我们另外一个用意就是这里呢，身体是要去做拆件的。好，因为我们是可动的，那我们刚所画出来的这里都是实体的。我让大家看一下哦，这里呢就是运用了组合件的原理。我们在这里，我们进来之后呢，我们等一下要一个一个进去做编辑。那编辑的时候呢，我们就是这里，好按编辑零件。那编辑零件里面呢，我们每一个都要做这样的动作。我们在编辑，假设是第3节的时候呢，我们就要用曲面参考偏移曲面。这里呢选择0，的话我们要参考的是这个面哦。那参考完之后呢，我们再用曲面的除料呢，把这个地方除料出来。那这里除料呢，我会建议你可能再偏移一个量，可能偏移1 mm 或2 mm。为什么要这样呢？我们要预留一点公差。我们可能印出来呢，并不是那么刚好不要做得太刚好预留一点公差呢，它才真正可以可动的那我会建议你呢，把这个地方先挖完这个地方偏移完之后呢，我们最后再来做领跟肚子的地方。那领跟肚子的地方呢，就是一样在这个组合件的环境呢去编辑它编辑的时候呢，我们再进入说这里可以。在这里让大家看一下，这里是画2条线的，在这里是画出这样的2条线那这边呢也是透过零件偏移曲面完之后呢，画这2条线之后，把它修剪成有2个曲面，然后再做加厚除料把这样的肚子跟鳞片给它做出来那这里每一节都是这样做出来的这里是一个形状，然后肚子跟领的地方呢是下凹进去所以这里呢我们在涂颜色的时候就会比较轻松一点。那如果你不是涂颜色的话，这里的特征也会比较明显一点在光泽照射的时候会发现就可以看出它的领的地方以及肚子的地方那这边让大家去参考咯。最后呢来总结一下那这里呢在画暴鲤龙的时候呢，头是最难的。如果你头已经画出来了，那相信身体也是不是问题的那这里可能是对于说想要画一个曲面入门的话可能会比较困难一点因为这部分是需要多一点耐心多一点调整是没有那么容易的那这里如果你想要档案的话也没有关系这边是我有提供下载的那就是持续关注本频道那如果你有看到一个暴鲤龙的作品请点进去里面在影片的说明呢它底下就是会有档案的下载连结这边你就可以去下载这个档案来做 3D 列印那今天的分享呢就到这边为止咯，我们就期待下一次的分享吧，拜拜。